底下还有一个，那下面都是绿松石。哇，真的呀！你看它侧边，天哪！哎呀，全是绿的。妈呀！是碗吗？一个碗。半指背，这半指背就。当专家打开这座古墓时，一道金光刺向双眼，耀眼的黄金制品闪瞎了考古人员。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墓主人的下身还穿着用黄金打造的金裤衩。这样的金裤衩象征了墓主身份和权力。6000年前的墓主人裆部竟然用上了黄金制作的保护套，这是何等的尊贵！再何况在6000年前，黄金制品是何等的罕见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就是在国外保加利亚瓦尔纳出土的一座古墓。古墓的出土可谓是震惊了世界，可以说比我国三星堆出土还要久远，堪称世界之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墓主人全身并不止一件黄金制品，黄金权状、黄金手镯应有尽有。这样高规格墓葬简直太奢侈了，让当时的考古人员大跌眼镜，简直不敢相信，眼前的文物竟会是在6000年前人类早期使用的产物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接着往下看。要知道，在6000年前，当时还处于炎黄2帝时期，当时早期人类还刚刚从原始部落进化，还在使用早期的木质工具，就连青铜器都是比较先进的文明。那为何会出现黄金裤衩？那么在保加利亚瓦尔纳又出现了什么？难道说他们是外星移民？而这些黄金手镯和黄金权状做工如此精美，可以说现代人都自叹不如。就在1970年，考古专家在保加利亚瓦尔纳的海滩附近意外发现一座6000年前的古墓葬群。考古专家怎么也不敢相信，在这座墓葬群下竟然挖掘出320座古墓。虽然众多古墓中没有出土有用的考古文物，但其中一座古墓却轰动了世界。里面不仅出土了900多件黄金制品，还有等级高贵的黄金裤衩和黄金权状。这样壮观的景象令人折舌。而人类6000年的发展史，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？在4000年前，人类诞生了第一对人类夫妻。那时的他们生活在天然的石洞当中，为了安全的生活下去，他们不断的繁衍生息，努力造娃，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类不被野生动物灭绝。在这个壮大过程中，他们将种族分为部落化，一个个种族也划分了领地。而公元前200年，一个部落来到了中国，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则是战车和龙的威胁。对于怪兽的袭击，他们发现这里并不适合生活。而在保加利亚的古墓里面，却出土了华美的金器。墓主人是一位身披黄金饰品的老人，据统计，老人全身上下共摆放着900件不同饰品的金器，而最为特殊的是下身还穿着金裤衩。从老人下葬的形态来看，此人并不是等级低下的普通人，而是处在当时最高等级的统治者。那么老人到底是什么人？他又是什么身份？这样的考古发现顿时引起了世界考古人员的好奇。那么要解开这座上万年的历史真相，就要跟随考古人员深入了解。底下还有一个，那下面都是绿松石。哇，真的呀！你看它侧边，天哪！哎呀，全是绿的。妈呀！是碗吗？一个碗。半指背，这半指背就。快点看，这些金器都是6000年的黄金制品，不仅没有褪色，还保留着原貌。在6000年前那个不发达的年代，能够制作出如此精美的黄金制品，真是难以想象人类文明和智慧。从图片上可以看到，老人手怀上戴着金手链，手臂上戴着金手环，胸前一根金手状紧紧拿捏，肯定生前是一位地位显赫的将领。而引人瞩目的是裆部，一根黄金打造的金裤衩十分显眼，再就是胸前的那块金镜子，其用意让后人也不知所以然。而这样的发现不得不让后人惊讶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要知道，在6000年前，我们的先民才刚刚从树上和洞穴里来到平地上搭建自己的私人空间，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在野外遭受蚊虫叮咬，也可以躲避野兽的威胁。就这样，在我国6000年多年前，半坡人在白鹿原之西、禅河之东、秦岭之北、渭河平原之南建立了比较安逸的环境生活。他们在这里建立的村落以打猎为生，而整个村落又分为居住区和墓葬区，还有陶窑区。
居住肯定是大家所生活的地方，而墓葬区则是在打猎过程中被野兽或者意外死亡的先民。陶窑区就是当时人们为了生活所制作的各种工具。就是在这个时期，保加利亚瓦尔纳地区却已经有了黄金制品，这是何等的神奇！那么他们是如何在6000年前制作出金器的呢？而当时的人类根本不知道如何在矿物中提炼取有色金属，至于用金器制作成装饰品更是难上加难。而这位老人所佩戴的黄金制品，绝对是需要耗费整个国家的财力和物力去完整。想到这里，考古专家不得不怀疑其老人的身份。难道说老人是当时最高统治者？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当专家查看这些黄金制品时，竟发现所有金器都没有焊接点。大家都知道，所有金属在打造过程中都需要采用拼接或者焊接的方式，才能让金属更加牢固。但这些黄金制品并没有发现拼接点，就犹如在我国三星堆出土的金属花一样。难道说保加利亚古墓跟三星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？这些黄金制品是如何制造的？为了一探究竟，考古人员只有带着疑惑继续挖掘古墓，想找到古墓的墓志铭，只有找到墓志铭才能真正解开谜底。结果却让专家大吃一惊，底下还有一个，那下面都是你做的石。哇，真的呀！你看它侧边，天哪！哎呀，全是绿的，妈呀！哎呀妈！这个玩意儿，半指背，哎，这半指背就快点看，这些金器都是6000年的黄金制品，不仅没有褪色，还保留着原貌。在6000年前那个不发达的年代，能够制作出如此精美的黄金制品，真是难以想象人类文明和智慧。从图片上可以看到，老人手怀上戴着金手链，手臂上戴着金手环，胸前一根金手状紧紧拿捏，肯定生前是一位地位显赫的将领。而引人瞩目的是裆部，一根黄金打造的金裤衩十分显眼，再就是胸前的那块金镜子，其用意让后人也不知所以然。而这样的发现不得不让后人惊讶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看到这些，让今天的匠人叹为观止。这些文物的出土和久远，让专家组不得不翻阅大量的文献来辨别。有人说是外星人的产物，也有人说是神秘古埃及的遗留，反正每个人的见解不同。正当专家还在为古墓定性的问题犯难的时候，挖掘人员意外在古墓中发现2片小金片，上面的图案明显是我国浙江上山遗址的文字，距今也有1万年前上山文化时期诞生的文字。而在距今6000多年的保加利亚用金珀打造的文字，并佩戴在额头上，以此来体现自己的身份。难道说保加利亚瓦尔纳出土的神秘墓葬是中国浙江上山人的后裔？如果说保加利亚瓦尔纳出土的墓主人是上山人，那么就不得不佩服保加利亚赚到黄金的辉煌历史。而在浙江上山遗址中曾发现，在距今有1万年前，一部分上山人前往伊拉克的两河流域等周边的移民，而中国浙江上山人的后裔则在江边建立了自己的居住高地。而墓主人所佩戴的权状和金器，足以证明墓主人身份高贵，不是统治者，也是凌驾于统治者之上的巫师。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，早期的先民都过度信奉于什么力量，所以在当时巫师一直被受人崇拜和敬仰。这也就不难发现，在这座墓葬群中出土的300多座古墓中，绝大多数是普通百姓，没有任何高规格陪葬品，而巫师的男主中却相当豪华。那么你认为墓主是不是上山人的后裔呢？